罢免不是罢免，因为没有真正的理由啊，都是他们后面才去找补。今天是无差别，他很多是因为他们送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重点。那如果能送过，国民党有几席台就8几席。乌俄战争之后，天然气涨了，不敢承认。造谣说因为疫情，所以台电才亏损，错，是因为乌俄战争。乌克兰现在的状况很不好，我们老早就告诉政府，你的非核家园政策把天然气的比例提到这么高，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天然气都有可能会暴涨，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电价与台电的发展。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罢免不是罢免，因为没有真正的理由啊，他真正的理由都是他们后面才去找补。今天是无差别的，他很多是因为他们送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重点。那如果能送过，国民党有几席台就8几席。第一个，他们想要拉下韩国瑜，不想让韩国瑜继续做院长嘛，所以他们需要国会多数。第二个，他们想要让最资深的柯建铭当院长嘛，所以为什么柯建铭在2月1号我们才上任第一天他就开始规划大罢免？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想要针对一些选区的明星，还有包含说他可能很有未来发展的县市首长，那对他们的立法委员进行攻击，试图让他们在政治的声望上面受挫，比如蒋万安、江善政、卢秀燕都是一样的状况。那所以这3点就构成了他们要去罢免的理由。还有第4点，就他们会特别针对在立法院里面比较积极跟民进党攻防的人，然后会要去罢免他们，像是我或是王宏威、罗智强，包含说牛许婷，这也是一个他们就是有特别在关注的人物。罗廷伟啊，也是在这个立法院里面，你表现越积极的，然后你越愿意监督政府的，你挖出政府越多问题的，你质询越多的，那他不会叫你优秀立委，他会认为我就是应该把你罢免掉。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我们干脆不要做事好了，预算也不要审查，全部照民进党的，然后投票全部投民进党或不投票，所有东西都可以被民进党过，民进党就会说你是一个优质好立委。我们作为在野党监督政府不就我们的天职？结果今天你倒果为因哦，你说不要监督政府的才是好立委，那请问那大家要选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就因为你今天很认真工作，然后他们民进党就认为你仇恨值很高，因为我认真工作监督民进党，那民进党支持当然会特别不爽嘛，那这样就叫仇恨值很高，那你就要罢免他，然后好像就变得特别容易，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我管你罢不罢免，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像有一些是青鸟，他们就会讲说徐小新推动军人志愿役加给3万元，虽然已经通过了，然后总统府也公告了，但是加不加得到也不知道啊，因为徐小新到时候可能就被罢免啦，我还是会罢免你啊等等的。我被不被罢免是一回事，但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要做。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军人的薪资不够他们接受的待遇，他们行政院一直在说要提救济，可是呢也公布了，那很可能的他们就是在等他们的大2罢成功之后把全部修回来，不管是军公教的年金改革，未来可能要推的警消海巡的所得替代率也是年金，军人加薪的3万块钱，这些东西其实呢最后他都可能大2罢如果大成功，民进党过半的话会全部被收回，因为这都是柯建铭当时直接讲过的，警消都已经被柯建铭讲成说是中共同路人，这是柯建铭的说法呀。今天大家去投不同意罢免，有的是为了韩国瑜院长而投，蒋万安市长而投，为了我或为了国会监督，可同时也是为了大家自己的权益耶。像财划法我们申请到了是这个争取到台北市400亿，那这些钱它可以让台北市重新焕然一新。如果今天在野党变成国会少数，民进党国会多数，他直接把你400多亿全部收回去，那影响到的是台北市跟台北市民的未来。这一票不同意罢免也是为你自己而投，更是为不信任赖清德而投。你今天看到总统他所谓的团结4讲根本就是分裂跟造谣，他目前已经造谣了多少事情了？那第1讲叫猛犸说，第2讲叫杂质说，第3讲叫历史乱说，还有第3讲是表决赢不算赢，第3讲在乱搞的地方也是蛮多的。第4场是买菜说，1万块的买菜方法。赖清德在那边造谣说史上删除最高预算，王定宇也支持删猎销专案的45.7亿。那另外还有提到说无人机园区被冻结50%，先不说这无人机园区诈骗成分很高啦，那后来也是给你过了，所以乔欣怎么看啊？赖清德第4讲讲国防啊，其实我很怀疑他到底是恶意造谣，还是作为3军统帅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底下的这个国防情况。他演讲时间是7月1号，那6月25号这个无人机园区就已经解冻了。既然解冻的话，那一切事情都可以开始做，尤其是本来冻结的部分就只有50%，你另外50%是可以用的，上半年用50%，下半年用50%，那不是刚好而已嘛？所以并没有拖延到它的进度。那你也应该要去了解为什么当初它会被冻结的原因，因为中科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发明的单位，但是无人区园区是要管理的单位，所以中科院它没有管理过园区的经验，是经济部在管理园区。本来是希望说中科院建园区建好之后交由经济部来做管理，所以
希望他们重新讨论一下这件事情，那就先行冻结。就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冻结预算很可恶等等，但6月25号我们一样让你通过了，一样是已经解冻了，因为毕竟已经到了下半年。那到这个时候，蔡清德他不仅是不去针对当初大家为什么要去冻结的这个正当的理由进行讨论，跟重新的去了解，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反而拿过来就直接觉得说啊，无人机园区你们就是冻，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做事。可不好意思，第一已经解冻了，第二这个原因非常清楚跟明了，而且当时不管是蓝的跟绿的，大家都有提出疑虑。民进党他当橡皮图章，我们难道也要当橡皮图章吗？第二个，赖清德的新闻稿里面写到冻结海鲲号，这是完全错误的假消息。海鲲号这个原型舰的预算没有冻结，也没有删除，1分1毫都没有，甚至还有一个让他通过的一个主决议存在，蓝的、白的、绿的立法委员全数签名，它是不分党派、朝野有共识的东西，你竟然写在你新闻稿里面说我们冻结它，你就是在对大家造谣嘛。再来，它也不是海鲲号，它是后续舰，你作为总统，你连海鲲号跟后续舰都分不清楚吗？那你当什么三军统帅啊？昨天过去的竞选对手，他就说我怎么可以把委员会里面346亿这件事情当成只346亿？你去看我的脸书，我是分成2段来讲。第一段是委员会删除的46点多亿，里面有45亿是王定宇举手做最后的决议删除的。当时5比5，他是主席，他是召委，所以他选择要删除。所以在委员会里面的讨论有97%是由王定宇做最后的裁决删除的，那他没有错。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存在的预算，当初我们要买无人机，假设我们要买10台，这10台当初我们报价一开始说是60亿，结果呢美国就告诉说不是哦，是115亿哦，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好，增加到115亿，结果在雷神事件爆发之后，他们重新集合，没有那么贵啦，不是115亿啦，是50亿到60亿，就回到原点。我们多出来这个部分等于是浮编了很多的预算嘛，所以删除45点多亿，留下6亿，让他们还是能够运用。我们该买的武器，该筹措的武器没有少掉任何一样，这算是删减预算吗？是人家美国的失误，怎么可以算在我们的头上呢？这国防部的4760亿里面，统删加这个委员会之后是84亿，84亿之后是不是要先减掉45亿？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不存在的嘛，30几亿除以4760，就得到的答案是0.008啊，那就是删掉0.8%啊，那这是史上被删除预算最低，所以赖清德编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但是被删除了史上最低的国防预算，那他到底哪里让我们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军人会崩溃？今天邱莹还在讲说我们删除他们在前面打仗，然后我们在后面扯后腿，删他们的装备。请问一下，我们帮国军加薪，志愿役加级到3万的时候，民进党是不是全数反对？对，行政院是不是现在还说要再提救济？对，虽然总统不甘愿的公告了，可是行政院并没有松手哦，他说之后还要提救济哦，所以他会不会释宪不知道，他会不会等到所谓大罢免大成功之后呢？民进党掌握多数，再把它直接修法修回来，非常有可能。我们用冻结替代删除，后续件没有送解冻案进来之外，全部都解冻啦，你还拿这个在7月1号总统的高度去说嘴，真的没有三军统帅的格局，他就是吃定一般人听不懂，但是他后面本性还是露出来。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把普发1万，然后跟台电一起讲进国防这一讲，最后的爆点在说，你看1万块你们是不是一下就用完了？然后有人说我买菜就用完了嘛，赖清德说对嘛，我很想知道买什么菜可以一次买掉用到1万块钱。我想如果今天政府告诉我们补贴1000亿以后再也不需要补贴台电，就会转亏为盈，好好的发展，然后越赚越多钱。可是我们已经补贴进去3000亿了，还是涨了3次的民生电价，所以你再补贴1000亿给他，他还是会涨你电价，千万不要被骗了。继续的去造谣说因为疫情所以台电才亏损，错，是因为乌俄战争。那乌克兰现在状况很不好，他不想提起乌俄战争，我们老早就告诉政府了，你的非核家园政策把天然气的比例提到这么高，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天然气都有可能会暴涨，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电价，也会影响到台电的发展。结果呢，现在果然乌俄战争之后，天然气涨了，不敢承认。那你有5000多亿，然后你就放在那边不用，你税捐超征，那拿里面的40%出来还给民众，这还税于民，我觉得刚好而已。剩下60%你要还债，你要做什么，你还是可以动用啊，并不是把5000亿全部拿去发了耶。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非常奇怪，你们之前发什么消费券啊，那怎么都不心痛呢？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嘛，这个是国民党主张要发的，你还是用意识形态在看这件事情。那现在如果能够补发现金1万块给大家的话，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小确幸。那
我觉得不如这样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这么支持赖清德青鸟，你就不要去领，因为你不要去领，这个钱就会留在国库里嘛，然后他就还可以继续用。你不用问大家说到底需不需要这1万块，你就开放让大家领1万块，支持补贴台电的人不要领，这是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个就是民主啊，更大的民主，让人民自己做选择。民进党最近真的是做得蛮过火的，很多事情也不跟你讲道理，我就硬干，你怎么样？总统乱唬烂，身边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现在这个事情大家跑去问啊，就行政院说我们积极协调中，是要协调什么？